这是一辆长66厘米的中国历史上首位 F1 车手周冠宇的座驾阿尔法罗密欧 C42，比例1:8。不出意外，这款来自双鹰咔哒的原创作品，可能也将成为国产科技组积木的新天花板。本期视频我们将全面的给大家解读这款套装，同时对比乐高42141、迈凯伦 MCL36、阿尔法罗密欧和倍耐力的双授权。难得一见的通过积木零件精准还原出的 F1 文丘里底板。全新开模的轮胎轮毂、印刷件、光头胎，甚至还是后宽前窄，还原原型车的前后推杆悬架，隐藏的动态版改装大彩蛋，21页开篇彩图的超旗舰级拼搭手册。至于转向与方向盘联动、发动机联动、可调式 DRS 尾翼，以及还有比如前车轮叶片与轮毂盖、鲨鱼鳃、人字拖等这些外观还原，都只能算是小亮点了。所以从基本面来看，双鹰咔哒的这一波诚意，大家可以打几分呢？接下来我们从成品入手，具体的对比一下乐高42141、迈凯伦 MCL36。首先在体积方面，两款套装基本都属于同一级别，车长分别是66厘米和65厘米，重量则分别是 1.7 公斤和 1.3 公斤。前翼部分，两款套装都还原了原型车的多层翼片设计，不过两辆原型车都是4层翼片，而乐高只还原了3层，咔哒则是把4层都做了还原。两侧的端板两款都没有问题。前鼻部分，两款作品对原型车的前鼻曲线都做了不错的还原。再看前轮，上方的叶片两款没有差别，不过轮胎和轮毂，乐高选择了相对比较实用的方法，直接使用蝙蝠胎模拟了雨胎，同时轮毂上的倍耐力标志也是直接通过贴纸的方式贴在轮毂盖上。而咔哒这款则是专门开模了全新的轮胎轮毂，而且还都是印刷件，非常亮眼的类似相机快门的幅面设计，不能说很像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悬架部分我们后面再看，继续往后来到人字拖部分，乐高在这里全部使用了孔壁或者面板零件，而咔哒则使用了软管零件。内部的座椅两款采用了基本一样的搭建方案，两侧的后视镜两款都做了搭建。继续往后来到车身后部，在上进气口搭建上，两款作品都使用了一些砖块类零件，咔哒这里准确的还原出了原型车左右分段式的进气口特征。其他的包括后面的鲨鱼鳍以及下方的侧箱曲线，两款作品都做了不错的还原。不过咔哒同样在这里使用了更多的砖块类零件，尤其是针对原型车的超长鲨鱼鳃，咔哒这里可以说是做了非常具象化的还原。在后轮位置，我们可以看到轮胎轮毂的加宽设计，而前窄后宽的光头胎应该是在量产 F1 积木套装中的首次出现。在发动机部分，乐高的 V6 发动机做了外露的设计，同时也是使用了常见的发动机零件。而咔哒并没有做明显的外露设计，同时所采用的常用在小比例套装上的，也就是通过4274 1/2箱模拟气缸活塞的方案，相对于这款套装来说就显得不够大气了。不过后面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原因。来到车尾部分，尾翼的搭建两款做的都不错，阿罗 C42 两端的尾翼端板要大出来一些，另外可调式 DRS 的设计两款套装也都做了还原。再看车尾的雾灯和扩散器，咔哒这款的雾灯要大出来很多，对比原型图，这个比例应该也是比较准确的。看完了顶面和侧面，来到车底部分，我们才真正能够感受到两款作品在设计思路方面的巨大区别。在车底视角下，乐高这款基本是空心的，主要是通过框架零件和氪金面板搭建出了底部的框架，以及在靠近侧进气口下方的位置对分流板进行了搭建。而咔哒这款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的还原出了原型车的文丘里底板设计。当空气从赛车前端进入车底时，由于中部空间骤然压缩，而后端空间又再次敞开，空气流速因此显著提升，赛车中间底部的气流速度明显高于赛车的前后两端。这一区间的负压对于赛车而言也就变成了一种相对于地面的吸力，也就是下压力。而车尾的扩散器又对文丘里通道的尾部空间起到了增大的作用，进一步提升了车底空气的流速，从而形成更大的下压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两侧群栅将大部分气流引至底板以外的区域，其中部分气流转化为强大的涡流，沿着底板的后部边缘流动，进而对底板下方的气流起到了密封的作用，阻止文丘里通道内的气流外溢，同时也是地效底板能否充分发挥气动效应的关键所在。作为积木模型而非比例车模，咔哒这款 F1 不能说对此进行了非常精准的还原，但应该可以算得上是比较完整的还原。同为 F1 赛车的关键结构设计，前后悬架也是评价一款积木模型的核心要素。在原型车方面，迈凯伦 MCL36 采用的是比较少见的前拉后推的悬架设计，而阿罗 C42 则是采用了前后推杆悬架。对此，乐高在这里显然是吃了一个大亏，因为目前的积木零件还不能很好的还原出拉杆悬架，所以这两款积木作品在悬架方面全部都是前后推杆。在外观面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结构，包括后悬架上的摇臂，不过更完整的我们后面再看。除了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到的区别，咔哒这款还隐藏了一个官方动态板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内部设计，然后再做动态改装。动力结构方面，
2枚4齿齿轮与1枚12齿锥齿轮同轴，然后驱动中间的差速器。进一步的，中间的这枚4齿齿轮这里有1枚与之啮合的4齿齿轮，这枚垂直方向的4齿齿轮在大彩蛋环节将连接电机。这里看一下后悬架，两侧叉臂采用了32294，很好的还原出了 F1 赛车的叉臂角度特征。两侧推杆从悬挂驱动桥底部伸出，后面会进一步连接摇臂结构。而动力从差速器出来以后，通过2组球形万向节和悬挂驱动桥连接。刚才提到的垂直方向的十字轴连接彩蛋电机，而另一枚4齿齿轮则用于发动机联动。这里看一下 V6 发动机，2枚90度十字轴连接件创建出了 V 型角度，两侧各3枚4274 1/2消模拟活塞，保孔臂模拟气缸，中间的凸轮零件搭建出了内部的曲轴结构。不过我们手上的这套6枚4274由于零件本身的问题和保孔臂销孔之间的摩擦力稍大，无法自然落下，因此不能顺畅联动。更换零件库中的其他零件，联动正常。看下后悬架的推杆结构，推杆从底部伸出，在上方连接摇臂结构，由32056充当的摇臂绕十字轴旋转。其一端底持2枚小号灰色硬避震模块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只是底持，而并没有直接的连接。联动效果测试下来，回弹力度还是非常大的。B60 和 B64 贴纸方向印反了，应该贴在对侧。看一下前推杆悬架，前悬架推杆使用了32294，其中一端连接1枚可活动的15100及其下方的60483充当摇臂。底持内部的2枚小号灰色硬避震模块，这里同样是只有底持而没有连接，联动效果测试下来，回弹力度也是比较大的。转向结构非常简单，连接方向盘的十字轴直接连接最前面这里的12齿齿轮，然后驱动转向齿条零件。这个方案不会出现乐高迈凯伦 MCL36 的方向盘必然无法回正的问题。另外这里要记得十字对中。这里可以看到发动机联动结构，之前提到的4齿齿轮连接这个模块上的4齿齿轮，而这个模块上另一端的8齿齿轮连接发动机端的8齿齿轮。前悬架装好以后测试下来，回弹也是正常的，回弹力度比较大。爆肝10个小时，这辆长66厘米的中国 F1 赛事第一人周冠宇的座驾就完成啦。可以看到，在底盘主体以外，在外观搭建方面，设计师也是做了适当的模块化设计。同时，虽然使用了不少的砖块类零件，对包括左右分段式车顶进气口、侧箱和侧箱上部的超长鲨鱼鳃，以及尤其是底部的纹丘里底板进行了还原。但是在牢固度方面，像这样把车子从前后随意的抱起来，再大胆一点，往上用力的抛一下，包括震动测试一下。可以看到整体牢固度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功能方面，前后推杆悬架的回弹、转向与方向盘联动、前后推行与发动机联动、DRS 可调式尾翼，测试下来基本都没有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隐藏的大彩蛋。拔下车头位置的2根十字轴，取下人字拖前面的外观模块，拆下方向盘联动结构中的一个十字轴连接件，拔出侧面的2枚插销，取出发动机联动模块，拆下车底中部的一个大模块。非常明显的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预留给主控、伺服电机以及1枚怪兽电机的空间，然后再依次装回车底中部的大模块以及人字拖前面的外观模块，一共用了大概5分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乐高标准的怪兽电机是安装不了的，这里只能使用咔哒的怪兽电机。完成了改装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可以看到基础联动没有问题，甚至还有一点点小狂暴，转向与方向盘联动也是正常的。不过下地测试阶段，在12.6伏主控电压的情况下，虽然车子的行驶速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，但2.4米的工作台仍然还是跑不开的。另外，在长时间测试以后，怪兽电机表面发烫明显，速度进一步下降。所以相对于1.7公斤的车重来说，怪兽电机提供的扭矩输出应该是主要的瓶颈。同时，由于如果不做其他的改动，我们并不能安装其他品牌的怪兽电机，所以也做不了对比测试。总之情况就是这样。接下来总结一下这款套装，不过亮点方面我们就不总结了，大家可以把自己认为的亮点打在弹幕里哦。是全新开模诚意满满的印刷件轮胎轮毂，前窄后宽的光头胎，还是全新设计的前后推杆悬架呢？是基本看不到什么裸露销孔的外观搭建，还是翻过来可见的为 F1 题材积木注入灵魂的纹丘里底板呢？是还算比较牢固的成品结构，还是隐藏的官方动态版大彩蛋？
是推动国产积木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双授权，还是高达21页开篇彩图的超旗舰级拼搭手册呢？不过这款套装仍然存在比较多的槽点，至少是可能的槽点。首先是显而易见的巨量的贴纸，当然这个问题因人而异。不过不管你是不是喜欢贴贴纸，最好是准备2把镊子，避免在透明贴纸上留下指纹印。其次是内部结构基本没有怎么做零件分色，外观更整洁，找件稍麻烦。至于缩小版的 V6 发动机必然也是槽点，不过看过了动态版彩蛋，这其实就是受制于空间而为此做的牺牲了。那么如果你是产品经理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此外，如果以对乐高的标准来进一步提要求，那么部分拼搭步骤缺乏足够的优化，也是这款套装的一个槽点。例如前后悬架的拼搭体验不是很好，轮胎轮毂安装步骤过早，少部分步骤不用镊子的话不是很好操作等等。对于部分新手来说，这款套装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同为咖达自己的原创设计，这款套装的难度虽然低于所有咖达 Master 系列，但是高于悍马、F1 赛车以及暗夜骑士，还有评测中提到的发动机联动问题以及少量的非法拼搭问题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最后来看一下包装，彩盒的设计比较简洁，除了成品的渲染图以外，右上角是阿尔法罗密欧及车队主赞助商 Olin 石油能源的 logo， 左下角标注了8家的年龄定位、套装编号以及零件数等信息。彩盒侧面可以看到索博车队的激光防伪标。彩盒背面除了侧后方视角渲染图以外，下方还进一步展示了一些设计细节。打开彩盒，里面有2个零件分盒，其中新开模的轮胎轮毂单独一盒，1868片零件一共被分成了37个零件分包，4个大步骤，尤其是每个轮胎轮毂都做了单独的分包。拼搭手册装在透明袋子里，厚度大概有1厘米。开篇用了21页的篇幅，对原型车、车队、车手以及积木的设计等方面做了非常全面的展示和介绍。另外，套装中还包括了一块印刷件的展示名牌。最后贴纸是有这样的4大张。好啦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